在一个充满焦虑和好奇的世界，我们常常被正向思维的束缚所困扰。马斯克曾提出，99%的人都是正向思维者，而唯有逆向思维才能让你脱颖而出，与众不同。你是否想过，一旦拥有了逆向思维的力量，就能够轻松从不同的角度看待问题，以一种独特而创新的思维方式解决它们呢？学习方位逆向思维，关键在于4个字：设身处地。这不仅需要你真正站在对方的角度思考，还要善用对方在意或害怕失去的事物来说服对方。比如，妻子想规定丈夫早回家，制定了晚上11点后不回家就锁门的规定。这种正向思维的方法适得其反，丈夫干脆不回家了。老婆郁闷，难道制度定错了吗？后来妻子改为逆向思维，如果11点老公不回家，就故意开门睡觉，终于管用了，触动了丈夫对失去家庭的担心，从而让丈夫自动早回家。这个案例告诉我们，要设身处地，考虑对方害怕什么和需求，将是你成功的关键。而这种策略并不仅限于家庭，它可以在各种情境中派上用场。假设你晚上去自助银行存钱， ATM 机故障吞了你的1万元，联系银行被告知明天才有维修人员。你采用逆向思维，再次联系客服，声称 ATM 机多吐了1万元，5分钟后维修人员赶到，触动对方的利益，将问题转化为对方问题的逆向思维之妙。一位女士逛超市，手机和钱包被偷，一位熟人了解情况之后，给小偷发送短信制造陷阱：姐，刚到超市找不到你，我有急事先走了，欠你的2万块放超市寄存箱 B07， 密码3686，拿到钱后回信给我。不一会儿，小偷主动送上门来，手机和钱包都找回了。相比之下，如果是一般人丢失了钱包和手机，可能会寻求保安帮助，查看监控录像，尝试找到小偷。但这个故事中，这表现了逆向思维策略，不是想你现在想要什么，而是想小偷现在想要什么。考虑小偷目前可能的需求和心理，通过制造一种巧妙的陷阱，引诱小偷采取主动行动，从而成功地找回了失物。爱因斯坦曾说过，想别人不敢想的，你已经成功了一半；做别人不敢做的，你就会成功另一半。在逆向思维的世界里，焦虑和好奇将成为你前进的动力，因为这是一场引人入胜的冒险，一个改变思维模式的奇妙旅程。让我们一起踏上这个令人兴奋的征程，掌握逆向思维的力量，成为那个与众不同的人。结果倒推逆向思维，先设想最终目标，然后反向推理出达成目标的途径和所需行动。孙子兵法提出，先定胜利结果，再推导所需采取的行动，以确保战争的胜利。有人想购买一间店面，他就给贴在玻璃上的号码打电话，原来是个中介，发现中介费太贵，于是他巧妙地砸破一扇窗户，留下自己的联系方式，假装是自己不小心破坏的，请房东联系自己赔偿，顺利购买店面，省去了中介费。店面购得后，他不知道经营何种生意，于是发布租赁信息，与租客沟通，以找出最受欢迎的生意类型。另一个故事，小明借朋友2000元，但丢失了借据，他焦急万分。小明的哥哥知道此事后对小明说，你给他写信要求朋友还2500元，引导朋友承认债务。朋友回信表示只借了2000元，不是2500元，到时候就还你。关键在于明确目标是什么，是要他还钱吗？不是，而是获得一张新借据，确保朋友亲口承认债务。潘多拉效应逆向思维，受限制或被禁止的事物往往更能激发人的好奇心和逆反心理。诸葛亮的草船借箭也是逆向思维，短期无法造出10万支箭，所以造箭变借箭，利用大雾掩护，草人借箭。有时要达成目标，以自己的能力是无法办到的，所以你需要借助他人的力量。当年土豆传到法国时，称为鬼苹果，法国农民不愿种。有人出怪招，在种植土豆的试验田边安排一支全副武装的士兵日夜把守，周围的农民一见此阵势，认为土豆肯定是好东西，激起农民兴趣，偷回土豆种在自家的地里。逐渐，土豆成为农作物，这也是潘多拉效应。古希腊神话中，宙斯给了潘多拉一个盒子，告诉他千万不要打开。潘多拉的好奇心却让他无法抵挡，他最终打开了盒子，结果是病痛、战火、灾害涌现，摧毁了人类的黄金时代。这就是潘多拉效应，指的是人们对禁止的事物产生浓厚兴趣，源于好奇心。如果宙斯明确告诉潘多拉盒子内装的是对人类的惩罚，潘多拉可能不会打开，但禁止打开的话语却刺激了他的好奇心。当人的自由受到限制时，会感到不悦，反而会因此
不要阻止人们感兴趣的合理事物，而应巧妙地利用人们内在的好奇心，将有价值但不受欢迎的东西变成禁忌，以提高吸引力。4、转换型逆向思维，改变观点和表达方式，从被动变主动，将负面转为正面。比如，将女大学生白天上课，晚上做妓女改为一个妓女晚上工作，白天还坚持上大学课程。一位母亲鼓励女儿读书，她说书是成人的事，你还小，不应该读。她把书藏在家里，就像藏零食一样。但她留下了一点线索，聪明的女儿迅速找到了书，偷偷阅读。慢慢的，孩子对读书产生了兴趣。有次，我和老师一起去上课，会场在23楼，时间很紧，电梯前排满了人，至少要等5分钟。老师告诉我走楼梯上到2楼，然后坐电梯下到1楼，再坐电梯上23楼。我立刻明白了，我们避开了排队，成为第一个进电梯的人。其他人还在焦急地排队，没有人想到可以用不同的方式避免排队。转换型思维就是让我们主动思考。在生活中，改变视角和逆向思考非常有效。在商业中，转换型逆向思维也有广泛应用。例如，一个自助餐厅因客人浪费食物而亏损，开始罚款浪费食物的人。但后来他们改变了规则，提高了自助餐价格，并奖励没有浪费食物的客人，结果生意兴旺，同时也杜绝了浪费行为。5、缺点及优点逆向思维法，直接利用事物本身的缺点，将缺点巧妙转变为优点。在拍集体照时，人们总是在数3、2、1后睁大眼睛，但总会有人眨眼。一位聪明人提出大家都闭上眼睛，然后在数3、2、1后再一起睁眼，结果没有一个闭眼的。将缺点逆用，不仅改进，还能直接利用，成本更低。不是克服缺点，而是把缺点变成为优势。这就是缺点及优点的逆向思维。有一家时装店的经理不小心烧了一条高档裙子，难以修复。他决定在洞周围创造更多小洞，精心修饰，将其打造成凤尾裙。新裙子大受欢迎，店铺声名大噪。另一个例子是一种浓度极高的番茄酱，非常稠，使用起来很不方便。公司想用调配方降低浓度，但一名员工提出，高浓度恰好可以证明番茄成分充足，这是个巨大优势。于是他们改变策略，宣传产品为天然之味，不加水分，广告让产品家喻户晓，销量也位列榜首。斯皮尔伯格的《大白鲨》1975年是他的成名之作，但在拍摄期间剧本未定，机械鲨鱼不会游泳也不会踩水，常出问题。导演面临两难选择，花更多资源修理鲨鱼，或者放弃它。最后他采取了巧妙的逆向思维，减少了鲨鱼的出镜时间，直到第81分钟才揭示真面目。斯皮尔伯格认为，少看到的东西，观众的想象就更丰富。试想，当人在踩水时，无法看到腰腹以下的一切，隐藏在海洋下的究竟是什么？人们看不见的事物，恰恰是最恐怖的。这种策略反而增加了影片的恐怖感，成功地将问题转化为机会，成功把缺点变成优点。6、反转逆向思维法。曾听过这样的故事：一个孩子掉进水缸里，其他人想着拉他上来，可司马光却找了块大石头砸破了水缸，水流出去，孩子也得救了。一般情况下，我们的思维是让人离开水，反转思维是让水离开人。遇到问题，不妨转换思路或手段来解决，也起到了救人的目的。要让人生过上幸福生活，查理·芒格会先考虑如何让人生不幸和悲惨，公司扩大前会先学习公司如何会失败和衰退，他甚至思考人们是如何死的，以避免这些死法。反转型逆向思维法是指在面对问题时，如果常规方法受阻，就转换手段或视角，以顺利解决的思维方法。一位老者经常买水果，但发现一家店称的水果总是不准确，却束手无策。他儿子提出了一个反转思维的办法。老者买了5斤水果，要求拿出2斤，然后把刚才被拿出的2斤装回袋子，说要这2斤。老板傻眼了。总之，逆向思维的核心是换位思考，从多个角度审视问题，跳出固有思维定式，以开拓更多可能性。它虽简单，但需要在实践中不断练习，才能融会贯通和灵活应用。